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掌灯静读。出嫁前一天，姐姐和前男友私奔，我被迷晕，替她嫁给破产残废的周云琛。当晚，他用碎裂的酒杯毁了我与姐姐5分相似的脸。我要娶的根本不是你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不是他，也不配代替他。此后数年，我细心治愈他的双腿，陪他东山再起，辉煌腾达。可他却仍对我不屑一顾。后来我被他的竞争对手绑走，生不如死。我以为他会来救我，却没想到出现的那一刻，周云琛冷面如霜。周氏集团的背后是数百个家庭，我不可能放弃他们而选择你。梦溪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如果有来世，我一定好好补偿你。他第一次正眼瞧我，却是要逼我去死。我惨然一笑，坠入深海。再睁眼，我重生回到了被迫替嫁的前一晚。周云琛又要结婚了，这次他终于娶到了心心念念的白月光。满城播报，声势浩大，浪漫的花海延绵不绝。得知这个消息时，我如野狗般躺在地上奄奄一息，满身污血，狼狈不堪。绑匪不信周云琛会如此绝情，气急败坏的他剁下我的无名指，连同上面那个素圈婚戒，挑衅般寄到婚礼现场。血肉模糊的残肢吓得孟清雅泪水连连。周云琛大发雷霆，终于肯来见我了。一袭笔挺重工西装的他清俊俊朗，意气风发，而我披头散发，被绑在崖边，摇摇欲坠。绑匪叫嚣讨要1000万赎金，锋利的刀刃紧贴我的脖颈。好歹夫妻一场，就算有了新欢，周总不会不肯出这个钱吧？周云琛听闻，却倏然沉了脸。他抬眸看向我，神色冷若冰霜。如今周氏集团手握数个项目，资金紧缺，公司背后是数百个家庭，我不可能放弃他们而选择你。我张了张嘴，沙哑地说不出话，泪水与血水模糊了视线，愈发觉得自己可笑。我没指望周云琛真的会救我，可区区1000万，对于身家100亿的他而言，根本不值一提，却能毫不犹豫放弃我的性命。他第一次正眼瞧我，却是逼我去死。梦溪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如果有来世，我一定好好补偿你。周云琛漠然的态度彻底激怒了绑匪，暴怒的他报复般地将我狠力推下了悬崖。被海水吞没窒息的那一刹，我仿佛回到了7年前，我是孟家见不得光的私生女，从有记忆开始，就是数不清的白眼和谩骂。和周云琛有娃娃亲的是姐姐孟清雅，孟家真正的掌上明珠。周云琛很早就对孟清雅情根深种，可自他意外致双腿残疾，周家破产陷入危机时，孟清雅便嫌弃上了周云琛，整日在家中寻死觅活，哭闹着要悔婚，要逼我嫁给个破产死瘸子，不如让我死了算了。更是在出嫁前一晚，和前男友私奔跑了。孟家为保名誉，便逼我嫁给周云琛。孟溪，孟家养了你这么多年，是你回报的时候了。别给脸不要脸，你一个私生女都能嫁入周家，简直占尽便宜。所有人都阴阳说我好福气，区区一个野种也能飞上枝头变凤凰。可他们忘了，周云琛想要娶的人不是我。即便他们找尽借口，省去接亲仪式，拖延糊弄，在我脸上化浓妆遮掩面容。当晚，周云琛还是一眼认出我不是孟清雅，可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丢不起脸面，只能咬牙应下。而孟家更是早就找好退路，他们把所有过错推脱到我的身上。
说是我爱慕周云琛已久，嫉妒孟清雅，害她抑郁重病，不得不出国治疗。而孟家重情重义，为履行诺言，无奈之下只能任由我替嫁。周云琛毫不犹豫就信了。愤怒下的他将手中的酒杯砸在地上，四处飞溅的玻璃碎扎毁了我那张与孟清雅相似的脸。我要娶的根本不是你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不是他，也不配代替他。我捂着不住流血的伤口，仿若置身冰窖中。事后无论我如何辩解，周云琛认定是我毁了他和孟清雅的姻缘。周围人也鄙夷我横刀夺爱，无数的咒骂和唾弃下，恍惚的连我自己都信了。为了赎罪，我开始学着讨好周云琛。他不良于行，我就亲手照料，陪他复健，直到他摆脱轮椅，重新站立。他重病昏迷不醒时，9千10阶一步一叩首，我跪烂了膝盖帮他求得平安符。周家资金短缺，我到处奔波帮他拉投资，喝酒喝到胃出血，助他东山再起，辉煌腾达。可周云琛却始终不给我一个好脸色。后来周氏集团蒸蒸日上时，他成功报复了曾经害他破产的竞争对手，却不想对方走投无路，策划绑架。我拼死保护住了他的安危，却不幸被抓。对方绑了我，打算用我的性命逼迫周云琛退让，索要1000万赎金。于情，我是周云琛的妻子；于理，我对周云琛有救命之恩。可他千算万算，却没算到周云琛从来没爱过我。就这样眼睁睁任由我坠入深海，尸骨无存。周云琛想拿来是弥补我，可若能重生，我不想再遇见他。我这一生都在身不由己，只想为自己活一次。再睁眼，我重生回到了被迫替嫁的前一晚。望着镜子里右脸白净未损的自己，我瞬间红了眼眶，指甲几乎掐进了肉里，才忍住没落泪。老天有眼，让我重活一世。前世受制于孟家和所谓的养育之恩，我处处隐忍，一再退让。身为私生女的我，是破坏他人家庭的卑劣存在，天生就该受到万人唾弃。可最先犯错的明明不是我，凭什么所有苦果都要我一人承受？从前欠孟家的前世我已经还清了，我再也不要和周云琛有任何的牵扯了。这一次，我要为自己而活。颤抖着拿起手边的剪刀，我将身上纯白的婚纱剪碎扯烂，换上轻便的运动服，深吸一口气，从2楼的阳台上一跃跳下。整个孟家都没料到，怯懦胆小的我会选择逃婚。当我踉跄冲出大门的那一刻，他们都愣住了。都傻站着干什么？新娘子跑了，快去追呀！等回过神来后，所有人都冲向了我。我用尽全部力气奔跑，可身后的脚步却愈发紧逼。忽然，一道熟悉的低鸣声传入耳畔，我吃力抬起眼，就看到一辆迈巴赫正行驶过来。我几乎是想也不想地扑了上去，直直撞在江月离的爱车上。卧槽！谁活腻歪了，敢碰瓷到小爷的头上！怒喝一响，身后的孟家众人顿时不敢上前。无他，江月离是江家深受宠爱的老来子，乖张睥睨，肆意妄为，活阎王般的江三少，无人敢招惹。当看清是我狼狈倒在他车前时，江月离错愕住了。孟熙，你大晚上不睡觉在闹什么？等等，你头上为什么戴着白纱？明天要出嫁的不是孟清雅吗？我顾不上满身的疼痛，死命抓住他的手腕。江月离，帮帮我！他们逼着我去
嫁给周云琛。我不要，我死也不要嫁给他，求你救我！我用尽全力嘶喊着，喉腔发出压抑的哽咽声，整个人不受控制地颤抖着。江月离目光落下，玩味挑了挑眉，你凭什么认定小爷我会帮你？不，你一定会的。我通红着眼眸，目光前所未有的笃定。孟家人一下慌乱了，为首的保镖队长硬着头皮上前，江少，我家小姐不懂事冲撞了你，等她出嫁后，改日一定上门道歉。你们在狗叫些什么？明明与周云琛定下娃娃亲的是孟清雅。江月离眼眸一沉，径直挡在我面前。好啊，孟家如今见周家落魄，就想逼迫孟熙李带桃江来随意糊弄，可真够不是东西的。你们几个给我听着，这事小爷我还真就管定了。孟熙我罩的，我看你们谁敢阻拦。有江月离在，孟家人无人敢上前，只能踌躇慌乱去联系孟总和孟夫人。而我被江月离护着安稳带进了隔壁江家，一进门便感受到了充足的暖意，可我还是止不住的发抖，坐在沙发上，脑海里交织着前世不堪的痛苦回忆。等回过神来，身上多了件外套，太阳要打西边出来了，竟然有一天看见你会反抗，孟熙，了不得呀！江月离轻啧了一声，抬手轻戳了戳我的额头。我缓缓抬眸望去，心里百感交织。没人知晓，我这个人人唾弃的私生女，和江月离勉强算是青梅竹马。孟家和江家虽是邻居关系，但很少有交集。小时候我被嫌弃，养在别墅后院，而江月离调皮捣蛋，喜欢冒险，一来二去我们就有了往来。他会捉蝴蝶编草绳逗我开心，还会时不时给我带来可口昂贵的小点心，那是我贫瘠生活里唯一的闪光。可逐渐长大后，我意识到自己身份的卑劣不堪，怕给江月离带去麻烦，便主动疏远。后来嫁给周云琛，我与江月离只有一次来往，那时毁容的我尤为自卑，甚至不敢见面，只剩一段简短的通话。电话那边，他的嗓音听上去有些沙哑，他对你好吗？我忍着眼眶溢出的泪，强颜欢笑，我现在是周夫人，可风光了呢。一番沉默后，江月离也笑了，那就好，要是他敢欺负你，我替你出头。电话挂断的瞬间，泪水止不住地流淌下来。如今旧人重逢，我不禁笑出来声。江月离疑惑望向我，坏了，该不会撞傻了吧？我轻摇了摇头，目光落在他身上，由衷感慨，只是觉得能再见到你真好。江月离的脸刷得变红了，眼神更是局促到四处游移，不敢望向我。哼，才知道小爷的好，晚了。他嘴上逞着强，却不忘往我手心里塞了我最爱的热牛奶。当晚，我做了个可怕的噩梦，梦中的我莫名飘回到了前世，看到向来冷漠的周云琛抱着我的尸体痛哭不已。他为我举办了风光的葬礼，对外宣称他的妻子只能是我，而他曾被他捧在手里的孟清雅沦为了所有人口中的笑柄。在我死后，周云琛过得浑浑噩噩，待在我的房间里不肯出来，手里还紧攥着我的玉坠，那是难产而亡的母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，也是我最宝贵的东西。他捧着玉坠，哭得痛不欲生，仿佛对我爱得撕心裂肺。最后醉醺醺吞了整瓶安眠药，说要殉情来陪我。可害我死的人不正是他吗？惊醒的我打了个寒战，只觉得荒谬可笑。翌日一觉醒来，
刚出门就撞见晨跑归来的江月离。少年灿烂若朝阳，比那沉闷阴鸷的周云琛顺眼多了。梦溪，想吃什么早餐？我让厨房给你做。说好了，小爷照你。他嬉笑着来到我面前，当看到我手里握着的玉坠，有些愣住。这不是你妈留给你的东西吗？你平常宝贵的都舍不得摘下来。昨天你救了我，我身上也没其他值钱的，只有这个了。我如实回答。我救你又不是为了要你的回报。那我收回了。不行，给出的礼物泼出去的水，你得帮我带上。也是奇怪，明明孟家暖气开得不算高，怎么我刚帮江月离带上玉坠，他就热得耳尖都红了。江月离怕孟家人再来纠缠我，刚吃了早饭就决定带我去国外散心。坐上他的迈巴赫经过孟家时，我看到了本该私奔逃跑的孟清雅。当他瞥到我时，眼底满是汹涌的恨意。孟溪，你一个私生女能嫁进周家，就该向我磕头谢恩，竟然敢害我！你这个贱人，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一旁的孟总和孟夫人同样用痛恨的眼神瞪着我。真是苍天无眼，让我们倒霉遇到你这种不知廉耻的白眼狼。可明明与周云琛定下娃娃亲的是周清雅，不是我，这黑锅我可不背。那边孟清雅被强行拽走，一路上咒骂我不得好死，我却毫无感觉。前世我已经不得好死过了，这一生没人可以掌握我的命运。江月离听着不堪的谩骂声，替我很不值。油门一踩驶离了孟家，一路上还笨拙安抚着我不要多想。只是还没开出多久，却撞上了迎亲的婚车大队。那个坐在劳斯莱斯后座一袭高定西装的是周云琛。怎么会是他？我顿感心跳如鼓，不安的寒意从脊椎一直蔓延到全身。周云琛怎会来迎亲？明明他双腿残废后最怕被别人看到，这和前世完全不一样。思及过往种种，副驾驶上的我面色惨白如纸。江月离虽不清楚我与周云琛之间的纠葛，却也看出了我的害怕。他俯身安慰我，别怕，坐车里别出来。江月离主动靠边为周家的婚车让路，随即下车，恭喜周总啊，人生大喜。原来是江少，客气。周云琛吩咐人推着轮椅下了车，坦然自若。我记得江少就住在孟家隔壁，他们准备如何了？吉时都快过了，我这边却一直联系不到他们。江月离面不改色道，我出门时听说新娘子一直哭着说不肯嫁呢，估计是舍不得离家吧。闻言，轮椅上的周云琛一愣，唇边随即漾起苦涩，果然他不愿意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会好好补偿的。就在两人寒暄即将结束时，一阵凉风刮过，露出了江月离挂在脖颈上的玉坠。熟悉的纹路样式令周云琛蓦然驻住，继而他缓慢的一字一顿，江少，这玉坠是谁给你的？躲在车内的我心口一滞。江月离不慌不忙，这是我心上人送的，怎么了？周云琛却是不肯相信。类似的玉坠有很多，可偏偏这个玉坠上被磕坏了一个缺口，他见过。我死死抓住胸前的衣襟，浑身冒汗，整个人像是被掐住脖颈，痛苦得无法言语。脑海里全是前世的痛楚与不堪。就见先前还温笑客套的周云琛倏然阴沉了脸，他冰冷下令，迈巴赫被婚车大队死死包围。你撒谎，这分明就是我未婚妻的贴身物品。
来人，给我送车！眼见周家人即将动手，我看谁敢！江月离冷笑一声，冷峻的眉眼蒙上寒霜。周总是要把我江家的脸面往地上踩吗？如今周家濒临破产，我可不介意顺手落井下石。明晃晃的威胁之意让周云琛黑了脸。周围的人听闻后也纷纷不敢贸然上前，毕竟江三少活阎王的传闻大家可都是听过。别看眼前安然含笑，背过身时都不知道是怎么被弄死的，可周云琛还是不死心。他推着轮椅前进，直到看清迈巴赫那空荡荡的副驾驶时，神色微微一怔，带着说不出的怅然和松懈。转过身，他罕见般道了声歉，结婚毕竟是人生大事，所以有些格外上心。若是哪里冒犯到了三少，不如晚上来喝杯喜酒，一定好好赔礼。哼，小爷不稀罕。江月离冷凝着脸，嘴角泄出一丝冷笑。周云琛身边的助理见状，小声提醒周总，再耽误下去的话，就要错过吉时了。迎亲错过吉时，可是会影响婚姻美满幸福的。话音刚落，周云琛毫不犹豫命令婚车大队继续前进。等到那辆挂着红绸的劳斯莱斯彻底驶离了视线，江月离才抽回目光，来到车身后，迅速打开了后备箱。呼，我眯着眼感受着亮光，气喘吁吁。梦溪，还好吗？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瞧瞧？对上江月离那关切的目光，我摇了摇头，也很是庆幸自己千钧一发之际想到了这个办法。前世在周家那无数个煎熬的日日夜夜，好几次我快要撑不下去时，都是靠着记忆中那些仅存的美好碎片艰难度过。最多的便是和江月离之间的小打小闹。在他18岁生日那天，江家送了辆他最爱的迈巴赫，拿到手后，他迫不及待选择改造，总是会在我耳边不停聊着他的改装思路。可以彻底平躺的副驾驶座位，后排连通后备箱的小机关，久而久之，我脑海中便留下了印象。赶在周云琛发现之前，快速将自己躲藏起来。我颤抖着身体，忍不住红了眼眶。这一世，我终于和不相干的人彻底断绝开来。见我情绪如此波动起伏，江月离察觉到了异样，可他贴心的没有继续追问。他蹲下身，用温暖的怀抱紧紧裹住了我，右手轻拂过我的发梢。哎呦，这是谁家受欺负的小可怜啊！以后有小爷在，绝不让你再掉一滴泪，拉钩上吊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江月离看出我心绪的杂乱，当即便带我出国，伦敦、巴黎、冰岛、马尔代夫，大半个月的时间全在奔波旅游了。要是不开心，就去旅游；要是旅游了还不开心，那一定是去的地方还不够多。在某位江小爷胡搅蛮缠的逻辑下，我成功把孟佳和周云琛抛在脑后，甚至都没用时间回忆前世的种种痛苦。眼睛一闭一睁，就是特种兵旅游，连休息喘息的时间都没有，就要奔赴下一处美景。到最后，明明一路上都在胡吃海喝，可我还是瘦了5斤，全身肌肉甚至紧致了1圈。怎么样，有小爷在，是不是日子都变得滋润了？江月离笑嘻嘻地黏过来，又兴致勃勃地说要教我去潜水看珊瑚。话才说到一半，就被他的亲姐姐江倩给扇到了沙滩上。滚滚滚！没眼力见的东西！没看到小溪昨晚今早起来手里端着红糖水，他现在身体特殊，还怎么下水？
江倩喋喋不休地把江月离给臭骂了一顿，后者委屈巴巴冲我挤眉弄眼，结果偏偏被一个回眸的江倩给捉了个正着。于是江倩，你个疯子！啊！你竟然敢打小爷的脸！我和你拼了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！姐，我错了，别打我啊！沙滩上再一次响起熟悉的嚎叫声，躺在摇椅上的我笑出了泪花。江月离虽然在外人的口中是活阎王的江三少，江家人也的确宠爱他这个老来子，可他上面有3个哥哥姐姐，个个都是血脉压制般的存在。用他的话来说，他才是那个被欺凌的小可怜。小希，我那些哥哥姐姐对我可凶了，还是你最好，你能不能当我一辈子的好朋友？这是那年6岁时不慎闯入孟家后院的江月离眼泪汪汪向我说的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是他太顽皮，才会被他3个哥哥姐姐联手给修理了一顿。小希，这里的海鲜味道很绝，快来尝尝。我抬起了头，就见江倩端着一盘包好的小龙虾放在了我的面前，而不远处被他狠狠教训了的江月离正坐在桌前，哼哧哼哧剥着又一轮的小龙虾。见我有些犹豫，江倩笑了，就该让男人多干活，这是江家的传统。多吃点，这可是江月离臭小子的手艺呢。见状，我便应了下来，谢谢江倩姐。江倩甩了下头发，哪里，该要谢谢的是我才对。要不是有你在，我哪能吃上那臭小子亲手剥的小龙虾？她轻笑出声，看向我的眼神带上些许的意味深长。我不懂，茫然地眨了眨眼，江倩姐。眼前的江倩却是愣了2秒后，骤然捂嘴大笑。原来我那个傻弟弟还啧，你们小年轻可真有意思。什么意思？我眼睛眨巴得更加迷惑了。江倩却摆摆手，换了个话题，偷偷告诉你有关江月离那臭小子的糗事。高中时你疏远小离后，他可伤心了，躲在被窝里抹眼泪，眼睛都红了，还逞强否认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一听这话，我顿时觉得内疚极了，刚要开口道歉，就被江倩给制止住了。小希，我现在说这件事，并不是要责怪你的意思，我能明白你的苦衷和你的不得已。因为外界的流言蜚语，你怕影响到小黎，疏远他也是为了保护他。江倩专注看向我，语气很是郑重。孟家那些糟心事不提，上一辈的恩怨中，你也是受害者，那些牵扯过错不应该算到你的头上。小黎说，你是个很优秀的人，学什么事情都很快，无需自卑。那些曾经困扰你的，等10年、20年以后回头看，那都不算什么。江倩略带清冷的嗓音缠绕着耳边，逐渐化作心口的一股暖流。我颤了颤长节，目光落在还在和小龙虾斗争的江月离，喉咙有些发痒地问道：江倩姐，是他专门请你来开导我的吗？也就只有江月离才会关心我，清楚一直困扰着我的是心结什么，拐弯抹角找了他的姐姐来开导我。看似嚣张睥睨的江三少，其实比任何人都多了一颗柔软的心。哟，你们之间还真是心有灵犀，我说的是朋友间的默契啦。江倩脸上带着我不懂的姨妈怪笑，很是张扬。你是小黎身边第一个被介绍给我们的女性朋友，她很珍视你，我也希望你们之间能长长久久。话说到最后，他轻啧了一声，也是想给我那个迟钝的蠢弟弟博好感，多点机会。我还是没听懂他那些话外音，但我清楚了一点，江月离对我很好，有人对我好，我也得投桃报李。
于是，当江月离说他新建了工作室，正缺人手时，我毫不犹豫答应了。好歹前世我在周氏集团干了那么多年，相关项目流程也算得心应手。然后我就后悔了，千不该万不该在脑海中想到前世的糟心事。好的不灵，坏的灵。刚下飞机，我便被周云琛堵在了机场。江月离在马尔代夫的冲浪玩太嗨了，还没下飞机就有了感冒的迹象，鼻头通红的，可以去假扮圣诞老公公。我担心他身体吃不消，就让他先去停车场歇着，由我一个人去领取行李。可推着行李箱没迈出2步，迎面而来的周云琛将道路挡得死死的。许久没见，轮椅上的他瘦了一大圈，脸颊颧骨两边深深凹陷了进去，整个人显得更加阴郁。梦溪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沙哑的嗓音带着令人心惊的偏执戾气。我心口一颤，努力压抑着话语里的颤意。姐夫好。重来一世，周云琛终于如愿娶到了孟清雅。我和他只是普通姐夫和小姨子的关系，真好。就在我推着行李准备绕开的时候，周云琛一晃轮椅，再次阻挡住了的去路。梦溪，你不用装了，我知道你重生了。短短2句话，令我面上的血色消失得干干净净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才勉强维持了一丝理智。果然，周云琛也重生了，也是早该料想到的，否则当初他便不该出现在迎亲的婚队中。周云琛，你这何必呢？对上他深邃的眼眸，我平静极了，心里不起一丝波澜。重来一世，你终于如愿娶到了心心念念的孟清雅，你都心愿达成了，为什么还要来打扰我的生活？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这样不好吗？上天好不容易给了我重来的机会，我是真的不想再和他们有任何纠缠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梦溪，你听我解释。周云琛面色一变，忽地紧拽住了我的手。你误会了，我根本就不喜欢孟清雅。前世我之所以放出所谓的婚礼消息，只是为了报复他背叛感情，以及当初逃婚对我的羞辱。由始至终，我爱的只有你。周云琛急切地向我辩解着，说他其实早就查清孟清雅对他的嫌弃，只是不甘心多年的深情错付，所以想着让孟清雅在婚礼上丢脸，狠狠欺辱回去。而他对于我是后知后觉，深沉的爱。梦溪，你相信我，我爱的那个人由始至终只有你，只是我太蠢了。周家破产，我瘸了双腿后，身边人看似怜悯同情，背地里都在嘲笑我是个残废。我不敢相信任何人，也不想相信你会全心全意对我好，是我错了，不该猜忌怀疑你，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。上天如今让我们俩都重生，就是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。梦溪，求求你，我们重新来过，好吗？周云琛通红着双眸，灼灼望向我。那天我之所以出现在迎亲的婚车队伍里，是因为我以为娶到的人是你。只要你点头，鸽子蛋的婚戒、100万婚纱，全城最浪漫盛大的婚礼，我通通都能准备好。答应嫁给我好不好，老婆？看着眼前，周云琛深情款款地掏出了那颗钻戒，我笑了，笑的眼泪都出来了。为前世自己的不值得，也为今生周云琛的不耻行径。周云琛，需不需要我帮你好好回忆，我为什么会重生啊？是因为我被你给活活害死的。你在生意上得罪了人，受苦折磨的是我。行，就算当时的你不爱我，
可我也是个活生生的人，被鞭子抽打，挨了无数拳头，浑身上下被虐得没一块好肉，最后被耻辱剁下了无名指。这些罪你能替我承受吗？你不能。你非但做不到，甚至冷漠着逼我去死。哈哈哈，真是太可笑了！一个害得我百般受辱的刽子手，竟然也有脸说爱我。周云琛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你不觉得心会痛吗？哦，忘了，你是个没用良心的冷血畜生。我真的觉得太好笑，太可悲了。什么感情，要到死了才能后知后觉？凭什么是我的死来换取他那所谓廉价的深情不悔？我都死了，被他给害死了，有个屁的用处啊！迟来的深情比草贱。笑够了后，我抹去脸上的泪水，冷声警告周云琛，你最好给我滚得远远的，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你。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如今风雨摇曳的周氏集团，周云琛都做不到。当初我能咬牙拼死护住，也能反手就把这破公司拆得干干净净，可周云琛却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。不，梦溪，我知道的，你舍不得。他仿佛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世界里，偏执得让人有些心惊。你不用担心，等回去后我就办婚礼娶你，修正好这个错误后，我们就能幸福一生了。他喃喃自语的模样令我害怕不已。疯了，周云琛一定是疯了。我要赶紧逃离这个地方。可脑海中的念头刚冒出来，周云琛似有所察觉，他推行着轮椅，轻而易举将我扣在了角落里。梦溪，你逃不掉的，我的人都守在了外面，这辈子乖乖当我的周夫人吧。话音刚落，一道黑影从旁窜出，狠狠往他脸上揍了一拳。特么的都躺了轮椅还不安分，还顺带摸黑了残疾群体的名声。小爷揍不死你！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江月离一拳又一拳，直接把周云琛从轮椅揍到了地板上。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你竟然这么欺负梦溪。哟，孩子死了，你知道来奶了，还有脸说喜欢他？呸！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梦溪现在是我罩着的，休想欺负他！一直把周云琛揍得鼻青脸肿，说不出话来。我才缓过神，连忙上前阻拦他。好了，别打了，真要出人命了。江月离皱巴巴着脸盯着我，你为了他凶我？话语里尽是委屈。我是怕你惹上不必要的麻烦，为了遮掩的烂人，不值得。我很是熟练地顺了顺江小爷的呼噜毛。再说，你还发烧感冒着，身体要紧。哼！江月离别扭地转过头，心情却瞬间好了不少。而躺在地上的周云琛撞见这一幕，面色刹那惨白。我却懒得再理会，拉着江月离就离开了。一路上某人一直喋喋不休，还好我见你迟迟不来，就赶了过去，否则你肯定要被欺负的。周云琛这王八蛋，就他人多是吧？小爷我早就找了一整个保镖队伍，他那些歪瓜裂枣根本不够看的。江月离看似大大咧咧，却一早察觉到我和周云琛之间的局域，在登机前就安排好了人手蹲点机场保护，所以我们才能顺利脱身。到最后，他抿着唇顿了顿语气，抱歉，我刚才不是有意那些话。梦溪，你会不会怪我？我瞪大了眼睛，为什么？该担心的是我才对吧？重生这样玄幻又离奇的事情，不被当作是异类抓取切片研究，都算我幸运的。上一世你过得那么不好，我竟然都没有出手帮你，我这个朋友做的一点儿也不称职。他耷拉着脑袋，
情绪看上去很是低落。我摇了摇头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况且上一世在那通电话后结束没多久后，他死了，在国外动乱时为保护他人而失去了生命。只是这样不算好的消息，还是不告诉当事人了。眼前江月离嘟嘟囔囔向我发誓，这一世会好好保护我。我忍不住抿唇笑出了声。他还不知道，在那日逃婚时，江月离竟只挡在了我的面前。我便暗暗做了决定，这一辈子要好好守护他。重活一世的周云琛好像真的是个疯子，他似乎把一切的罪孽都归结到了孟家的身上，拉着濒临破产的周氏集团，死命和孟家抢占商界地盘。仗着前世的记忆和快捷途径，孟家被疯狂报复针对。不到半年的光阴，比周家还要早些宣布破产。回国后，我其实见过孟家人，在他们焦头烂额的时候，曾求到我面前，想要利用我搭上江家的人脉，垂死挣扎，还冠冕堂皇地扯上养育之恩。你个私生女，孟家养了你这么久，你就该回报我们，否则就是不孝不悌。我微笑着回了他们滚烫沸腾的一盆开水，吓得他们吱哇乱叫。这一世的我也总算有机会查清真相。我的母亲当年的确是小三，却是被隐瞒着。刚20出头的女大学生，青春貌美不知事，被成熟稳重的孟家掌权者的爱意冲昏了头脑。等她知晓全部时，已经濒临生产。情绪激烈下的她难产大出血，为这段不堪的情感赔上了命。孟家也并不是他们口中那般慈爱友善。孟清雅是早产儿，体弱多病，恰巧晚2年出生的我与她血型相同。我不过是孟家为孟清雅养的移动血包而已。所谓的养育恩情，前世我早就还清了，所以这一辈子也该轮到他们赎罪。直到半年后，我才知道周氏集团破产，周云琛割腕自尽的消息。听许多人说，周云琛死之前已经神神叨叨了，嘴里一直不停喊着大不了再次重来，没错，重来就行了，再死一次就好了，很是诡异。哼，就算他死1000次万次都没用，有小爷在，任何妖魔鬼怪也别想纠缠你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其实没用太大的情绪，倒是江月离很贤惠气，带着我去寺庙里好好拜了拜，还花大钱做了个法事，说要给我积福积运。这一笔又一笔的，怕是那个玉坠都不够垫恩的。我想了想，问道：你对我太好了，江月离，我该怎么回报你？只见江月离闪烁了下眼，脸颊瞬间通红了。那我要你喜欢我呢？孟熙，你答应吗？对上他那双灼灼真挚的眼眸，我轻笑道：这可说不好，先看你表现喽。